皇宫下令时开放时间是周一至周六的早上10点至下午19点，周日则是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如果选择现场购票进入，就需要早点前往排队。当我10点到达的时候，排队的队伍已经很长，所以推荐先在网上提前购买门票，这样就能直接凭票进入，能节约不少时间，无需现场排队等候购票。购买门票的网址我会在视频描述栏贴出。关门前1个小时停止购票和进入，成人票是14欧，学生票则是7欧，但是要出示学生身份证。购买完票以后，穿过自动门，我们就能进入皇宫的内部。然后首先穿过的是一个广场的回廊，接着便可进入著名的兵器广场。马德里皇宫，它是波旁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在欧洲各国的皇宫中堪称数一数二。它的外观呈现的是正方形的结构，主要是由宫殿本身和前方的兵器广场组成。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里经常举行阅兵式和军礼仪式。自16世纪以来，这里就成为完全威仪展现的舞台，是宫廷在百姓面前展示威严和华丽排场的地方。而王宫的正立面就是这场排场的背景幕布。广场的对面是圣母主教堂，它始建于1879年。1993年6月15日，该教堂在时任教宗若望保罗2世的祝圣下正式启用，成为欧洲最新启用的主教座堂。从左侧广场回廊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大片的花园，这个就是著名的摩尔人花园。长廊的结构非常雄伟，置身于其中，仿佛一台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300多年前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相互交织的欧洲。这座马德里皇宫的原址在公元9世纪是一处穆斯林的堡垒要塞，后来被西班牙北部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占据。之后它经历了各种扩建与改建，直到1561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菲利普2世决定将首都从多雷多迁到马德里，并在原先堡垒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西班牙王宫。但是1734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旧的宫殿，时任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国王菲利普5世于是下令建造新的王宫。从1738年开始施工兴建，由多位建筑师联手设计，包括费利波·尤瓦纳、他的学生萨切蒂和弗朗西斯科·萨巴蒂尼。宫殿的主体结构全部用石头和砖建造，没有用一点木头，因此以后再也没有大火能够烧毁它。在1764年，王宫最终建成。王宫的立面以石灰岩打造，底楼的柱子是托斯卡纳柱式，是古罗马5种主要柱式中的一种。它的风格简约朴素，类似于多利克柱式，但是省去了柱子表面的凹槽。上面一层的柱子就是传统的具有希腊特征的艾奥尼柱式，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柱头有着涡旋形式的装饰。第2层柱子往上看，在屋檐线上有4座雕塑，左边最外侧的是菲利贝5世，左边第2尊则是费迪南6世，他们俩是父子。右手边最外侧的是菲利贝5世的王后玛利亚·路易莎·加布里埃拉，右边第2尊则是费迪南6世的王后，来自葡萄牙的芭芭拉。这4位雕塑代表了王宫的建造者和完成者。腓力佩5世启动王宫的建造，而费尔南多6世完成了外形的部分。他们的配偶被置于对称的位置，象征皇家家族的传承与荣耀。雕像在卡洛斯3世时期一度被拆除，为立面营造更简约的古典风，但1973年恢复后，这4尊雕塑重新安放在屋檐线上。中间时钟的上方就是西班牙的国徽，国徽的上方有小天使环绕。在国徽的两侧可以看到2个旗杆，如果2个旗杆上同时挂有旗帜，就表明这一天国王在这里办公。今天只有1个旗杆上有旗帜，那就说明国王今天不在王宫里。西班牙王室跟欧洲大部分王室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西班牙的国王不住在王宫里，这是自从1931年第2共和国开始，西班牙国王就保持这个状态。接下去让我们进入皇宫的内部看一看。进入宫殿后，左手边看到的第1尊全身像
就是国王卡洛斯三世的雕塑，他是第一个住进这个王宫的国王。他的在位时间是1759年8月10日至1788年12月14日，是国王菲利贝五世的长子。他是作为18世纪欧洲实行开明专制的代表君主之一，被认为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最杰出的统治者。这种卡洛斯三世雕像是由雕刻艺术家佩德罗·米歇尔所完成，创作的年代是在18世纪中叶。雕像中的卡洛斯三世身穿罗马元老式礼服，象征着他的理性、权威与启蒙风格。雕像的摆放位置是按照萨巴蒂尼所设计的理性布局，雕像就放置在主楼梯入口处，强调庄严与导向感。紧接着，从卡洛斯三世雕塑正对的阶梯往上走，宫殿的庄严感随之扑面而来。主楼梯最初由萨切蒂设计，后来由萨巴蒂尼修改，以符合卡洛斯三世的要求。楼梯共有72节，用托莱多圣保罗山区的大理石建成。主楼梯的坡度平缓，到达第一个平台后，楼梯分为左右2道坡道。楼梯拐角处所立着的2只狮子威武雄壮，神态栩栩如生，是西班牙王室的象征。这2只大理石狮子是由2位不同的雕塑家雕刻而成。左侧更具动感的狮子由菲利佩·卡斯特罗所雕刻，右边较为温顺、动作稳健的狮子则由罗伯托·米歇尔所设计。当你抬头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天顶壁画，这是一位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克拉多·贾昆托所作的画。作品的名字是《受西班牙保护的宗教》。该作品通过象征性人物表现西班牙保护天主教信仰、守护宗教秩序的形象。整幅画以巴洛克式的向上扩张的构图为主，中心是象征宗教的女性人物，周围由西班牙女神进行守护，四周则辅以天使的形象，整体呈现牧歌式的天穹景象。画中云层与人物层层叠叠，光线集中于核心神圣主题，营造出强烈的空间深度与神圣氛围。贾昆托是18世纪那不勒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曾师从索里梅纳，对意大利绘画的传统十分重视，同时对18世纪洛可可艺术表现了异常的敏感。他作品的风格是典型的洛可可与新古典主义过渡风格，画面色彩明快，人物柔美，富有装饰性，善于运用大面积天顶空间绘制云雾缭绕、神圣庄严的宗教场景。画中的人物典雅理想化，富有动感。他喜欢画古代神话和寓意画，运用华丽的装饰构造自己的画面和描绘人物。贾昆多在西班牙王宫里面留下了不少作品，之后我们要经过的王室礼拜堂上方的天顶画就是他画的。正前方中央的徽章是西班牙王室的徽章，徽章代表着历史上组成西班牙的5个王国。左上角红底金色城堡代表的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右上角白底粉红色的狮子代表莱昂王国，左下角红黄竖条代表阿拉贡王国，右下角红底金色锁链则代表纳瓦拉王国，最底下的绿叶红石榴代表的是格拉纳达王国，中间蓝底3朵百合花代表的是波旁家族的标志。画面中所示的2个卡拉拉白色大理石花瓶，加上画面以外在2侧墙角各放置的一共4个白色大理石花瓶，是由让提耶里所雕刻。徽章上方的雕塑是卡洛斯4世国王的柱像，雕塑展现的是卡洛斯4世头戴月桂冠，身穿罗马帝王托枷，右手握着权杖，展现统治的权威与古典的风范，呈现出皇帝的仪态。雕塑是由拉蒙·巴尔巴于1817年创作，风格属于新古典主义。雕塑的线条简洁大方，注重人物形象的庄严和理性。雕塑与壁画作品在西班牙庇护下的宗教相互呼应，传达完全维护信仰与秩序的政治主张。紧接着我们来看2侧的阶梯，据说左边走的是王后，右边走的是国王。沿着右边的阶梯往上走，尽头处看到的是菲利佩五世的胸像。在中间的过道向前方眺望，天顶上贾昆托所做的壁画，正前方卡洛斯4世国王的坐像，拐角处的狮子
和两边的过道一览无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接下去我们进入己厅，也就是路线上所进入的第一个房间。这里原本是皇家卫队己兵、守卫、候命集结的厅堂。一进入该房间，我们就能看到画家安东尼奥·洛佩兹的作品。该作品的名字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家族》。这幅作品于1993年开始创作，并在20年后完成。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想到，画作开始时，菲利佩六世还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如今已经成为国王。而原来的国王因为王室丑闻已经流亡到海外。画作中右边第2位就是前王后索菲亚。如今马德里的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就是以她来命名的，那就是收藏了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的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己厅又称警卫厅，萨切蒂最初将此厅设计为舞厅或正式的宴会厅，但卡洛斯3世将其改作皇家卫队己兵的守卫厅，因此装饰相对简朴。该房间有高挑的天花板，并以精致的灰泥粉饰，所有的壁柱上都挂有壁灯，而墙上则挂满了描绘历史场景的挂毯。而己厅的天顶画作是由意大利画家提耶波洛所作。该作品的中文名称是根据维吉尔的埃涅阿斯，或维纳斯委托火神为埃涅阿斯打造武器。作品的创作时间是18世纪中叶，题材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史诗的《埃涅阿斯记》。画面中，埃涅阿斯被正义、坚毅与勇气3位女神引导，埃涅阿斯乘坐云彩被带到维纳斯面前，天使在空中飞翔。画面下方有时间之神和战神马尔斯，背景则是火神的熔炉。画作风格属于洛可可晚期的风格，作品光影的处理、丰富的色彩与人物姿态的动感，体现了提埃波洛华丽壮观的空间构图能力。画作的寓意是神圣庇护与完全的正当性，象征国王如同埃涅阿斯般被神明保护，肩负重大使命。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圆柱厅，该厅是西班牙王室举办重大活动的一个场所。卡洛斯4世将此厅作为舞厅，直到阿方索12世的第1任妻子梅赛德斯王后去世为止，此处都用于举办宴会与舞会。梅赛德斯王后逝世后，她的灵柩也曾停放于此。该厅天花板所绘的壁画同样来自于贾昆托的创作。这幅作品的名称是《太阳的诞生与酒神巴克斯的胜利》。作品的风格是结合了巴洛克的戏剧性与洛可可的优雅，色彩鲜明，构图动感。画作的中心，太阳神阿波罗升起于云端，释放光芒。下方场景是酒神巴克斯的胜利，周围环绕着牧神与其他神话人物，象征着丰饶与喜悦。太阳神阿波罗象征国王带来光明、生命与秩序，巴克斯象征繁荣与皇权庇护下的社会丰收与欢乐，暗示在王权的保护下，国家欣欣向荣，万物生机勃勃。厅内的铜制吊灯是1846年在巴黎所制造，伊莎贝拉2世为举办大型舞会而装上了这些精致的吊灯。厅内还摆放了一座由费迪南德·巴博迪耶纳于1878年所创作的青铜雕像，作品的名称是《卡洛斯5世征服狂怒》。这个作品的原作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塑家莱昂·莱奥尼在16世纪中期所创作。莱昂·莱奥尼的这部作品的原件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巴博迪耶纳于1879年根据莱昂·莱奥尼的原作铸造了大型的青铜复制品，也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圆柱厅的这一件。形象设计表达了卡洛斯5世身穿古罗马皇帝战袍，一脚踩住被拟人化的狂怒形象，也就是匍匐在他脚下的赤裸男性，象征着以完全与理性制服混乱与暴力。巴博迪耶纳工坊以精细的失蜡法铸造，追求线条与细节高度还原原作，工艺十分精湛。在这个厅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比如1985年西班牙加入欧盟，就是在这个厅签署了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2014年6月18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1世在马德里皇宫的圆柱厅正式签署退位法案。签署过后，国王与时任王储菲利佩相拥致意，象征着王位平稳交接。
现在让我们来看接下去进入的卡洛斯3世小厅。最初是国王用餐与接见日常访客的房间，该厅的装饰在19世纪进行过改造和重新装修。房间的整体风格融合了洛可可与新古典艺术风格，厅内墙上大幅画作与法国制造的吊灯是最醒目的特点。天顶壁画是由安东尼奥·拉斐尔·孟斯所创作，孟斯是一名德国画家，同时也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先驱者之一。该作品的主题是图拉真的神话。画作中，图拉真皇帝被刻画为卡洛斯3世的另一个自我，将图拉真的荣光与功绩投射到卡洛斯3世的身上，彰显国王对国家与社会秩序的贡献。紧接着进入的是卡洛斯3世前厅，这里是最初国王食用晚餐与闲谈的地方。这个房间的主色调是蓝色，并且房间还悬挂着4幅由戈雅绘制的皇室肖像，其中的这一幅肖像作品名为穿列装的卡洛斯4世。这一位国王，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主阶梯和王室徽章上方的那一尊国王坐像。卡洛斯4世还有一个兴趣，就是非常喜欢打猎，但是在政绩上却表现得非常平庸。在这位国王在位期间，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得西班牙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城的怂恿下，卡洛斯4世让西班牙卷入了灾难性的反对法国的战争中。在遭遇惨败后，西班牙被迫割让了他在北美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更严重的是，西班牙被迫于1796年与法国结盟，结果沦为了拿破仑反对英国的工具，在与英国的战争中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厅内有一幅安东·拉斐尔·蒙斯所创作于1762年至1765年的天顶壁画，作品的名称是《海格里斯的神话》。画作不仅呈现海格里斯接受众神迎接，象征着他功勋卓著并被神化，同时还以丰富的希腊罗马神话人物群像作为背景，暗示国王自身的美德与统治的正当性，将海格里斯塑造为完美统治者的化身。加斯帕里尼沙龙是马德里皇宫最著名的空间之一。该沙龙由意大利艺术家兼建筑师马蒂亚斯·加斯帕里尼在18世纪末设计，后由装饰艺术家胡安·鲍蒂斯塔·费罗尼持续完成。它最初被用作国王的更衣室，但现在作为宫殿浏览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沙龙采用洛可可风格装饰。如果你想知道洛可可风格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很好很直观的例子。几乎遍布整个房间的花卉装饰所展现出的优美的曲线，正是这种装饰风格的代表。在这个房间中，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花卉的狂欢之中。艺术家加斯帕里尼将植物图案从地板延伸到家具、布料，再到墙壁，实现了装饰图案无缝连接。也难怪这个房间花了约40年才完成。在这个房间中还可以留意2大亮点，一是东方风格的石膏装饰天花板，在房间的天花板角落有着许多中国的元素。第二个亮点是名为谢波德中的一座古老时钟，这座已经有260年历史的古董时钟仍然运作精确，十分珍贵迷人。马德里王宫瓷器厅是一间独立无二的房间，以其覆盖墙面和天花板的瓷器镶板而闻名。这些瓷器镶板由布恩雷蒂罗皇家瓷器工厂制作，安装在木质结构上，其接缝处巧妙地以葡萄藤叶等装饰图案加以掩饰。人们常将此厅与阿兰霍埃斯宫的中国厅做比较，但皇宫的瓷器厅通常被认为更胜一筹。瓷器厅建于1760年至1765年，其创作者包括赫纳罗·博尔特里与胡安·包蒂斯塔·德拉托雷以及何塞·格里奇。中间摆放着的形似一个人托举着地球的机械装置，其实是一个时钟。它是以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为主题，描绘他双手托举地球的形象，是由著名瑞士钟表大师宝基于1800年所创作。
紧接着我们来到的是宴会厅，该厅于1879年11月29日，阿方索12世与第二任妻子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哈布斯堡洛林举行婚礼时启用。此前这里是3个相连的厅室，原来是作为王后的房间，分别是前厅、寝室、用餐与致意室。阿方索12世希望有一座大型的舞会与宴会厅，于是委托建筑师何塞·塞贡多德莱马进行改造。天顶壁画来自改造前的3个房间。第一间由安东·拉斐尔·孟斯所绘，主题是曙光，画作属于18世纪末期新古典主义风格。委托宫廷画家孟斯于1762年初开始作画，并于1764年前完成，后经过多次修复，描绘的是黎明时刻曙光女神驾车升空，播撒花瓣与光明，象征着新生、希望与自然的循环。第二间是由安东尼奥·冈萨雷斯·贝拉斯奎斯所绘制，主题为哥伦布向天主教双王献上新大陆。该作品于1763年至1765年间绘制，画面中哥伦布向天主教双王献上一颗象征新大陆的球体。画作的四周另有代表墨西哥、秘鲁、智利与菲律宾的4个圆形浮雕，象征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第三间由弗朗西斯科·巴耶乌所绘制，主题是博阿迪尔向天主教双王交出格拉纳达的钥匙。画作的主角是博阿迪尔，也就是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后一位摩尔苏当。他在画面中跪地将城市的钥匙献给西班牙天主教双王费迪南2世与伊莎贝拉1世，以象征1492年格拉纳达的和平交割。双王在画面的中央接受穆斯林势力的投降，标志基督教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最终胜利。作者巴耶乌并非单纯的为历史叙述而作，而是将象征、文化与技法融为一体。长形国宴厅的装潢呈现的是新古典与新巴洛克相融合的风格，墙上挂有皇家收藏的布鲁塞尔挂毯，这些挂毯创作于16世纪，源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由威廉·潘纳梅克工作室所制造。挂毯的内容取自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描绘了季节之神维特蒙努斯与水果女神波摩纳的爱情故事。厅内还有着可容纳多达140位宾客的长桌，由可拆卸的木架支撑而成。另外，厅内还摆放着12座18世纪的中国瓷器瓶。这一处空间是乐队厅，该厅又被称为银匠风格厅。阿方索13世时期曾作为小型电影院，后来改为皇室音乐厅。该厅最重要的展品是由罗马金匠路易吉·瓦拉迪耶所设计制作的名为 Desert 的桌面中心装饰。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作为宴会陈设中的艺术焦点。装置中含有大量建筑模型、神话浮雕与珍稀材质，比如彩色大理石、青金石、水晶、镀金铜等等，展现了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贵族的品味。接下来前往皇家礼拜堂，入口两侧耸立着2座由何塞·维尔切斯于1862年在罗马雕刻完成的天主教双王大理石雕像，象征着完全为天主教提供庇护，并且完全与宗教相互融合。
皇家礼拜堂由建筑师萨切蒂于1749年设计，后来由文图拉·罗德里格斯在1750年至1759年间修订并完成。墙面装饰由16根来自比斯开省的整块黑色大理石柱子构成，并且用镀金灰泥模仿青铜的柱头与基座。该礼拜堂的装潢风格是巴洛克晚期至洛可可时期相互交融的风格。圆顶建于一座设有4个圆窗的古座上，并支撑于4个方拱之上。壁画都出自于克拉多·贾昆托之手，其中包括路口上方的画作在克拉维霍战役中的圣地亚哥。作品描绘了天主之子圣地亚哥骑白马现身，在西哥特人与穆斯林的克拉维霍战役中，手持旗帜和剑，带领基督徒取得胜利。画面中心为骑马的圣地亚哥，他的白马四蹄腾空，气势威武。作为进入礼拜堂入口上方的作品，壁画为礼拜堂注入了神圣的气氛，预示着信仰的庄重与力量。圆顶壁画三位一体加冕圣母的荣耀，画作混合了巴洛克的戏剧气势与洛可可的柔和浪漫，用光影和色彩营造出由中心向边缘的动态汇聚。这幅画的主题是天主圣山，也就是天父、天子与象征神圣的鸽子在天堂中为圣母玛利亚加冕，象征她被封为天国之后。这是天主教艺术中常见的神圣荣耀场景，常用以表达对圣母的崇拜与其在天堂中至高的地位。这幅作品是一幅视错画，也就是视觉欺骗画，给人感觉画面中还有一个向上的空间。位于方拱处的4位圣人，圣雷昂德罗、农夫圣伊西德罗、圣达马索与圣玛利亚德拉卡维萨，这些也出自贾昆多之手。在主祭坛上方的画作名称叫三位一体，作者同样是贾昆托。这个作品有2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布面油画版，也就是示意图的这个版本，现在收藏于普拉多博物馆。画作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死去的身体躺在地球仪上，由一位天使托举，旁边还有一位小天使捧着荆棘冠，画面前方是永恒之父与象征圣灵的鸽子。作品构图富有表现力且明亮动人，尤其是基督的形象。主祭坛的画作名称叫圣米迦勒，由巴耶乌所绘制，创作时间约1766年左右，描绘了大天使米迦勒战胜恶魔、制服撒旦的场景。画面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圣米迦勒姿态威武，象征着光明与救赎；恶魔则位于画面下方，代表了邪恶与败北。路口对面的福音祭坛的画作则是安东孟斯所作，描绘了天使加百利向圣母玛利亚传达天主降临的神圣时刻。画作属于孟斯晚期的作品，风格呈现较为克制的古典主义形式。这幅作品报喜不仅是他在马德里最后的宗教作品，也体现出由巴洛克转向古典主义艺术路线的转变，是皇家礼拜堂的重要视觉焦点。而皇家礼拜堂的功能是专为皇室成员举行弥撒、宗教仪式、婚礼和葬礼等重大仪式而设定的。现在进入的是斯特拉迪瓦里房间，这里存放着4把价值连城的提琴，也就是意大利弦乐史上最著名的制琴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提琴。据说每一把估值都至少超过了400万欧。这里收藏的这套4重奏包括了2把小提琴、1把中提琴和1把大提琴。最初这一套是5重奏，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其中2把中提琴在法军洗劫皇宫的时候丢失了。较小的中提琴于1951年归还给了西班牙，但是那把较大的中提琴至今杳无音讯。这组乐器是斯特拉迪瓦里唯一一组一起制作的雕花乐器。紧挨着的是皇冠厅，这里展出的是最能够代表西班牙王室的象征物王冠和权杖。王冠是卡洛斯3世时期的，皇冠是1775年至1778年由银匠费尔南多·贝拉斯克制作，采用锻银、压花与镀金技术，其重量稍低于1公斤，直径40公分，高39公分，顶部以小型十字架装饰，内部为鲜红色的天鹅绒。
而权杖是卡洛斯2世时期的珍贵物件。权杖的制作时间是1665年至1680年，是斯拉夫工艺品，由水晶石、镀金银丝工艺、珐琅与红宝石镶嵌而成。这两个物件都在西班牙现任国王菲利佩6世的宣誓典礼中作为王室的象征出现。皇冠厅还有一件珍贵的展品，托寿金羊毛勋章项链，是1854年在马德里制作，制作者为金匠纳西索·索里亚，采用黄金与镀金银制作，并且带有蓝色和白色的珐琅装饰，全长约80厘米，链条由多枚金色的 B 字母组成，象征着勃艮第。间隔以火焰和碎石装饰，象征骑士精神中的火种与火焰。主吊坠为金色的绵羊皮，灵感来自于希腊神话中的金羊毛的故事，象征完全与勇气。携带金羊毛勋章者多为国家元首或王室成员。这条金羊毛勋章项链属于阿托查圣母像，这份荣誉最初是在菲利佩4世时期授予圣母的，而该勋章真正的授予仪式则是在1854年8月20日由伊莎贝尔2世女王以骑士团团长的身份主持进行的。缘由是1852年2月2日，当女王与随从正准备前往阿托查圣母圣殿感恩庆祝英方塔伊莎贝尔公主平安出生时，在马德里皇宫长廊遭到了梅利诺神父刺杀未遂事件，所幸圣母像与女王皆无大碍。这个展厅还展示包括2014年老国王胡安卡洛斯1世退位的法律文件，以及现任国王菲利佩6世登基时的演讲稿。同时还可以看到卡洛斯3世时期的王座和卡洛斯4世在1803年获得的狮身人面像桌子。这一张号称王宫最美的家具斯芬克斯桌子，很多重要的文件都是在这里签署的。1985年西班牙加入欧盟的协约签订和2014年老国王胡安卡洛斯1世退位文件的签署都是在这张斯芬克斯桌上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桌子的腿是由6只狮身人面像组成，而桌面是由彩色石块镶嵌而成。桌面的装饰色彩复杂多样，整体设计融合了新古典主义与埃及式元素，显示了地震时期对古典与东方意象的迷恋，也被西班牙王室列为国家遗产。在整个王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王座厅，这里也是最大最奢华的一间，它的辨识度非常高。整个房间的背景是以红绒丝为装饰，这里放置着王座本身，以及环绕在王座四周，象征着西班牙王室的4头狮子。这4尊镀金青铜狮像由马泰奥·博努切利于1651年左右雕制。中央的一对金色王座，皇室成员在正式场合使用，这一布局加深了视觉焦点和仪式感。自卡洛斯3世以来，王座厅一直作为国王接见大使、举行加冕或颁奖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在马德里皇宫众多的穹顶壁画中，如果只选择看其中一幅，那么王座厅的这一幅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是由意大利威尼斯画家提埃波洛所创作，创作时间是1762年至1766年左右。作品的名称是《西班牙王权的伟大与权力》。这幅画作的内容，中心光源处出现象征天命与神性的天使与光芒，四周环绕着历史与神话人物，如胜利女神维多利亚、海格力斯、智慧女人密涅瓦等等。画面人物与构图设计在视觉上形成了一个打开天窗的幻象，引导观众抬头仰望时，仿佛身处神圣之中。画面边缘会有代表地中海、美洲与非洲的象征，象征西班牙帝国的全球统治。本期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希望本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订阅和点赞。